丝神针，慕容清。王昭彦中的是蛊毒，谁要是敢接近他，下场跟他一样。既然这样，还不赶快放开我们！臭丫头！终于来了。昭彦姑娘，她这是怎么了？死了。王昭彦中的是蛊毒，会传染他人，不宜留在人多之处，尽快把人抬走吧。慕容宝，是。把王昭彦小姐的尸体小心移到后园无人之处，千万不要揭开布幔，10丈之内生人勿近。是。大喜的日子，说这闹出人命了。裘一帆，王昭彦死前为什么跟你说这些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常大哥，严大人，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王昭彦的死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，一帆这个人我还是知道的，他行事磊落，江湖人称正义剑客，他怎么会毒害自己的未婚妻呢？况且江湖中名不副实的人多的是，所以挂着正义的羊头，大有可能卖的是不义的狗肉。哟呵！没想到名震江湖的药王山庄庄主慕容清小姐，居然是一个出口不逊的母老虎。我常振锋敢以项上人头作保，这个女人的死，跟我兄弟裘一帆没有半点关系。好了，各位安静一下，啊！我身边这位，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判，大理寺少卿蒋浩辰蒋大人。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他都看到了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查明真相，绝不会冤枉无辜的。蒋少卿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是的，严大人。大风，大人，立刻赶回大理寺，向王少卿报告这里的情况。慕容姑娘，请问蛊毒发作需要多长时间？最快也要1个时辰，所以不能说出午时之后行踪的人，便是疑凶。裘一帆，5时之后你在哪里？我既然新娘不是他杀的，为什么他的双眼要看着门口，双脚也要朝着门口走？难道新娘真是他杀的？
所以他心虚想逃。不，新娘不是裘一帆杀的。墨雨，走。哎，一帆，你快说，5时以后你到底在哪儿？哎呀，我什么我呀？一句话就可以说得清清楚楚，结结巴巴的干什么？快说！既然无话可说，来人，在，立刻把裘一帆收押大理寺候审。且慢，蒋少卿，一帆还没有做出解释，你就要把他收押入监，大理寺办案，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草率？对呀，谁敢动我义弟裘一帆，先杀了我常振甫！常帮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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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把他追回来，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不用了，严大人，裘一帆逃不出我的一根线。常帮主，立刻封锁天威堂。是。小姐，张燕姑娘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。我想狄仁杰是不敢跟你碰面，我们还是不要多管闲事，赶紧走吧。不，狄仁杰已经来了，裘一帆就是引出狄仁杰的鱼饵。裘堂主请留步，我家大大有礼相赠。滚开！墨雨，小心！再动就要你人头落地！哎，千万不可，手下留情啊！此人杀害我好姐妹王昭燕，血债血偿，是江湖的规矩。姑娘，长安城乃天子脚下，王法之地，岂可滥用私刑？哎，狄仁杰，你来的正好啊！方才的事情你都看到了吧？啊，晚上刚刚正好在案发现场的旁边的酒馆喝酒，目睹了这一切。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蒋少卿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汴州判佐狄仁杰，此人智慧过人，我相信他一定能查出王昭燕的死因。下官参见蒋少卿。你就是凭机智斩杀萧朝天的狄仁杰？嗯，好。既然严大人极力推荐，本少卿也乐得旁边轻松。狄大人，请吧。狄仁杰，那王昭燕究竟是谁害死的？不知道，但我却可以证明，
裘一帆不是杀害王昭燕的凶手。不过，严大人，您真的希望我这么做吗？为受害者洗冤，不是你一直坚持做的事吗？好，人杰就来证明裘一帆不是杀害王昭燕的凶手，为受害者洗冤。请给裘一帆松绑。这位姑娘，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裘一帆无路可逃，你还是想把他放了吧。裘兄，我早就说过我是来送贺礼的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狄仁杰，你真的可以证明王昭燕不是我杀的？当然可以。谋杀呢是需要有动机的。天威堂的招牌虽然是100年金漆，但是近2年来接连失窃了几批贵重货物，使他的生意一落千丈。相反，王昭燕的大哥王浩德贵为大理寺少卿，深得皇上的信任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所以裘一帆可以靠着这门亲事夫凭妻贵，根本没有杀死王昭燕的理由。你说是也不是？你不回答也可以。墨云，喝酒去吧。狄仁杰，等一下。没错，天威堂的生意的确不如从前，所以王昭燕就是我裘一帆用来生金丹的补剂，我根本就没有杀他的动机。严大人，看来你所托非人了。狄仁杰，你只需要证明裘一帆50以后没有去过王昭燕家中下毒就可以了。这个容易啊，这证据不就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吗？王裘两家在京城的相交遍天下，今日两家联姻，京城的大小商铺为了一尽情谊，便从大清早就开始燃放鞭炮。无论是大街小巷，还是王裘两家的门前街道，都铺满了厚厚的鞭炮碎屑。所以，谁曾在大街上走动，到过王昭燕的家毒杀王昭燕，谁的鞋底必定沾满了鞭炮碎屑。不信的话，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鞋底。快去！果然如此。既然裘一帆从来没有离开过天威堂，那他的鞋底必定没有沾上鞭炮碎屑。裘兄，抬起你的左脚给大家看看。狄仁杰，一帆之前和我们一起到天威堂的门口等候王昭燕的花轿，他的鞋底沾了鞭炮的碎屑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对，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，但也有可能是到王家下毒时在街道上沾上的。哦，也有可能啊。狄仁杰，你再想想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我没有杀人？啊，我正在想，正在想。等等，虽然我不能证实裘一帆没有到过王昭燕的家毒杀王昭燕，但我却可以证实他50之后身在何处。裘一帆，抬起你的右脚给大家看一看吧。墨雨，你的鼻子最灵，闻一闻，告诉大家这是什么。我是你的书童，又不是你的小狗，为什么要修人家鞋底啊？
这是马粪，我在这里都能闻得到，看着湿润的程度，还是新鲜的马粪。天威堂后院有个马厩，想必裘堂主刚刚去过那边吧？当然去过，这不就是喂马的草料吗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裘一帆在午时的前后，王昭燕的喜轿未到达天威堂之前，他就一直身在马厩之内，是也不是？是。你肯定？我肯定。午时之后，我一直待在马厩，没离开过，一直到未出吉时，我才返回天威堂。所以，我根本不可能到他家去杀人。那你待在马厩整整1个时辰干什么？你不回答我的问题，又怎么可能摆脱嫌疑呢？你是不是在马厩约了人？是。女人？你别闹了好不好？如果不是女人，你的衣衫上为什么会有胭脂的痕迹？这不是胭脂，这是水痕。这不是水痕，这是泪印。女人伏在男人的身上哭，胭脂沾到了衣衫上，被泪水所化，便变成了泪印。一帆，你别抛弃我。一个男人在成亲的前夕，会面对3种女人的眼泪。第一便是慈母欣慰的眼泪，第二是未过门的妻子欢喜的眼泪，第3便是旧情人伤心的眼泪。既然裘兄的父母早亡，妻子未过门便死了，所以这泪痕应该就是你旧情人所留下的吧？一帆，大婚之日你私会旧情人，你太不应该了。严大人请息怒。试问江湖中人，谁没有点风流韵事？这也难怪裘兄了。没错，我是在马厩私会我的旧情人。可是严大人，我是为了维护他的名节，才没有说出实情的。好，裘兄果然是重情重义之人，人家差点哭出来了。狄仁杰，既然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，是不是现在就能证明我不是凶手？现在还言之过早吧？你的旧情人怀了你的骨肉啊！你胡说！狄仁杰，我现在不需要你帮忙了。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帮你，我只是说要证明你不是杀害王昭燕的凶手，为受害者雪冤。要不是你的旧情人怀了你的骨肉，你怎么能狠心杀死他呢？没有杀人，你拿出证据来。这证据就在……停！严大人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你一路扶持我到现在，我才有今天，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不仁不义之事呢？严大人，这可是一尸两命啊！证据呢？这证据就在裘一帆的剑上。墨云，你的剑上为什么会有未干的血？你教我如何是好？我肚子里怀的是咱俩的骨肉，我不能失去他，我也不能失去你。一帆，咱俩干脆离开长安，去什么地方都好，我这一生都跟定你了。可是，如果我现在就离开的话，我……好，你不走，我就到喜堂去，死在他们面前。
邱一帆，你的确不是杀害王昭燕的凶手，只因为你午时之后正在杀害你的旧情人，以及她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，埋尸天威堂马厩之内。胡说，我没有杀人。那你马上跟我到马厩去，我敢肯定你的旧情人尸体还在。不用了，抬进来。刚才蒋大人派我们去马厩查看，果然发现这具女尸，死亡不到1个时辰，尸体尚有余温，且有身孕。瞒不过狄仁杰的事情，又怎能骗得了蒋浩辰呢？没想到初见蒋少卿，就在你面前献丑了。闻名不如见面，狄仁杰果然机智过人。严大人，严大人，浩辰可在外等候？啊，不必了。唉，一帆的事情虽然难以接受，可他是罪有应得。我把蒋少卿请过来，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。你觉得狄仁杰这个人如何？严大人，你可听说过义帛术？义帛术？从未听过，是一种高深的武功吗？不，义帛术没有一招半式，只是思想法门的口诀，却能套用于武功、谋略、战阵之上。修行大成者如同棋艺高手，能洞悉敌人接下来的每一步，并计算出对应方式，于是可以预先设下陷阱，让敌人跌入自己设计的陷阱死局而不自知。从狄仁杰怀疑裘一帆开始，裘一帆就已经跌入狄仁杰的精准设计之中，一步不长。你是说狄仁杰懂得义帛术？可是当时他曾经做出错误的判断，比如说他认为裘一帆的鞋底并没有那鞭炮碎屑。是，这正是义帛术的恐怖之处。这个错误也在计算之内。狄仁杰故意做出错误的判断，让裘一帆对他更加依赖，那狄仁杰便可以把裘一帆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你是说狄仁杰从肯定裘一帆是凶手那一刻开始，便已经计算出他会死在自己的剑下？从那一刻开始，狄仁杰就决定要杀死裘一帆。或许常振锋出现只是个意外，但狄仁杰即兴地改变计划，让常振锋可以亲自为妹妹报仇，不止大快人心，也让这个案件有了完美的结果。这么说，狄仁杰确实是懂得义帛术了。不确定，义帛术是传说中的神技，练成的人不多，听过的人也不多，是否存在都不知道。但就算是义帛术，也未必牢不可破。蒋少卿，是否有意和那狄仁杰较量一番？我怎么就离开一会儿，我妹妹就成这样了？终于摆脱常振锋的纠缠了。只甩掉常振锋，比对付裘一帆还费劲。王大哥，这事情还没查明白，你怎么就放火烧尸呢？慕容清说，蛊毒除了用火烧之外，根本无法去除，会继续疑惑，所以我不得已而为之。仁杰，现在大家都在猜测，说是因为昭燕不满我逼着她和裘一帆成亲，才会服毒自尽，但是因为实在太讨厌裘一帆，所以才会嫁祸于他，想把他拉入地府。
却没想到被你误打误撞，为长宁乡洗雪沉冤，也算是天意。赵燕任性刚烈，这样做也是有可能的，但这件事还是有太多的疑点。难道王大哥就不想查明真相吗？想，当然想。只是最近公事私事实在搅得我精疲力尽，觉得有些累了。赵燕之死确实是有很多的疑点，但是眼下朝廷更有一件大案，让我和蒋浩辰非常苦恼。所以赵燕指示，还是等侦破了这件案件之后再做调查。王大哥和蒋少卿合称长安两大神判，文武皆决。什么样的案件可以让你们俩头疼？不知小弟可否帮忙？我当然希望你能够帮我，但是这个案子牵扯到皇室宗族之秘，实在是不便外泄。就为狄仁杰破例吧。王大人，节哀顺变，感谢二位大人的关心。刚才蒋大人何出此言？眼前这件大案，你我联手都没理出个头绪，实在枉为大理寺少卿。因此严大人提出建议，说让狄判佐加入调查。凭着他过人的智慧，说不定会有突破，也不一定。不知道王大人意下如何？既然蒋大人如此说，好。这个案子就是从这具尸体开始的，所以我们把它封存在这个冰窖里。不可能，天下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死法。他的死因是什么？这个人是自己掐着自己的脖子，导致气息中断，气绝而亡。自己掐死自己，有可能吗？绝对不可能，人不可能自己掐死自己。自己掐着自己的脖子，气未绝，人已昏，双手自然会松开，气息也会恢复正常，所以人不可能掐死自己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自己试试。是有些难受，但是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人的确是自己掐死自己。他究竟是谁？他是御医方太极，皇后派他来给武媚娘检验身体。据当时在场的证人说，他是死于武媚娘的验圣之术。什么是验圣之术啊？验圣之术即是巫术。三位大人，如果要让人杰相信巫术可以杀人的话，那等同于让人杰相信人可以自己掐死自己一样荒谬。我倒觉得武媚娘不简单，说她会验圣之术，我也不觉得奇怪。蒋少卿，我倒觉得武媚娘只是一个普通的弱女子，不简单的不是她，而是人的命运。自从她进入后宫，她的人生其实早就交出去了。这武媚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此女14岁被召入宫中，甚得先皇的宠爱，封为武才人。只是有一次，命相大师李淳风为大唐推算国运的时候，对先皇说了一句话：唐3代后，女主武王。唐3代后，女主武王。当今圣上正是大唐的第3代皇帝。难道李淳风的意思是，下一个接任者是个女人？不单是女人，而且她还姓武。在先皇的身边，符合这个条件的，便只有武媚娘一个人。所以，她的命运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公，你可知皇上什么时候召我侍寝？公公，能否把这个交给皇上？武才人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。皇上啊，是不会再宠幸你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武才人今日起贬为宫女，钦此。从此，武媚娘在宫中虚度了整整10年光阴。直到碰到当今圣上，当时的皇太子。皇上曾对我说，那是他第一次自由与一个女子恋爱，但命运没有就此眷顾这个女子。太宗病逝，武媚娘的命运再次臣服，而且更是渺茫。她因曾受先帝宠幸，而与其他嫔妃一起被送到感业寺削发为尼，直至老死。水中你的影子，散不开的心事。看今天的精彩咫尺，你却让我相思。爱是纠缠的故事，前生早已开始。离寂寞了，岁月飞逝，我也勇敢地坚持。从相遇直跟到死，哪怕再多风雨侵蚀，依然紧扣着誓词。爱是纠缠的故事，前生早已开始。离寂寞了，岁月飞逝，我也勇敢地坚持。扣着誓词，我要跟着你一辈子，从相遇直跟到死，只为
没想到，命运又再一次的把这个弱女子推向了风口浪尖之上。1年前，皇后因为自己未有所出，为了讨好皇上，便提议让这武媚娘重回后宫。也正因如此，她才卷入了这场命案之中。想想，此女子也真是可怜啊。武媚娘能够得到2代天子的宠幸，你说她可怜？我倒觉得她不简单。这感业寺是宫中妃嫔落发苦修，度过余生之处。为保他们安全，故一直谢绝香客，并有重兵驻守，闲杂人等一律禁足。即使守军，如非必要，也是望入者斩。除非持有皇帝或皇后亲赐的令牌。7天前，御医方太极奉皇后之命，为武媚娘做入宫前的身体检查。啊，媚娘，什么事？御医死了。方御医，方御医，方御医，啊！方御医死了，死了，杀人了，杀人了，杀人了！当时只有武媚娘在旁边，若不是巫术，又如何让人自掐致死？但是杀人动机呢？御医死后，他的随从向我们透露，御医死前5天，曾来为武媚娘把过脉。当时就怀疑武媚娘怀有身孕，不守贞洁。这次来就是想证实此事，没成想在这普氏殿中离奇死去。那王大哥的意思是，武媚娘怕她怀孕的事情会影响她重新回到宫中，于是将御医杀死。这也是有可能的。施主，请转告武媚娘，大理寺少卿蒋浩辰、王浩德连同阎立本大人及汴州判佐狄仁杰求见。请几位大人稍后。御医的死讯传到宫中以后，皇后也认为是武媚娘用巫术害死了御医，便想用火烧死他。皇上得知以后大惊劝阻，终于皇后做出让步，却要皇上在10天之内找出真凶。10天之后子夜的更鼓响起，如无结果，不管是与不是，都将是武媚娘的死期。现在距10日之期只剩3天。狄判佐，这武媚娘多年以来一直在这普氏殿中为先皇和皇上祈福，你觉得这样一个女子会使用巫术杀人之徒吗？仁杰在汴州初次与严大人相见，严大人正是受皇命快马赶回长安，为的是否就是此案？正是。皇上要我和大理寺2位少卿一起调查此案，好还武媚娘一个公道。只是现在还是毫无头绪。那武媚娘对御医的死有何回应？武媚娘一直不肯接见我们，也不肯对怀孕的事情做出分辨。武媚娘说了，只见狄仁杰一人。狄判佐，看来此案你就是不想参与，也是不行了。
武媚娘见过狄大人。我该如何称呼你呢？乡音无改，大人是并州人吧？我也是并州人，就叫我媚娘吧。好一个乡音无改，彼此彼此。普世殿是礼佛地，请大人屈就。入乡随俗，入死随佛，何屈就之有？据说御医死后，媚娘一直不肯接近几位大人，这次却因为人杰破例。难道真的因为我们是同乡？不，同乡情谊怎能和人命凶案相比？媚娘肯见狄大人，是因为你和其余的3位大人不同。只因为他们身在朝中，我却在朝外。愿闻其详。身在朝中，处事难免受制。正如严大人受皇上之命调查此事，必定偏护媚娘；而大理寺2位少卿，虽然是众口称誉的神判，但他们的背后有皇后施压，调查起来，判断难免会受影响。就只有狄某人身份低微，或许对人对事还能保持中立，以一个平常人的心来面对这个案件吧。与大人说话真是乐事。大人有事请问，在观音面前，媚娘定坦诚相告。御医方太极是如何死亡的？就在此地，就在你所做的蒲团之上。当时御医正在为媚娘把脉，然后轻咳几声，便把自己饿死了。御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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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媚娘可是相信这世上有巫术？媚娘是否相信并不重要，关键是狄大人相信吗？人杰只相信证据和真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媚娘是否怀有身孕？是。人杰告辞了。狄大人，媚娘有一事相求，刚才大人所想，烦请大人守密。与媚娘对话真是乐事。放心，人杰刚刚所想，定不会告诉他人，因为这也关系着人杰的生死。3日之内，定还媚娘一个清白。狄大人，家乡的芍药可开好了？媚娘喜欢芍药。小的时候，外婆总采来给我们酿胭脂。我也很久没有回到并州去了，现在已经6月了，想必芍药快开了。大人请便。狄判座，这普世殿跟感业寺其他殿堂的结构很是不同，而且格格不入，是同时建造的吗？感业寺建于隋朝后期，和这普世殿应该是同时兴建的，但为何风格不同就不得而知了。那为什么把普世殿建得这么与众不同呢？狄判座，
不要再纠缠这个问题了。方才，武媚娘跟你说了什么？她说玉衣不是她杀的。就说这些？她还说她的确怀有身孕。没说孩子的父亲是谁？她没说。所以你认为人不是他杀的？我确实相信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巫术，但也相信，如果要证明武媚娘不是真凶的话，要有确切的证据。三位大人，请允许人杰参与侦办此案。好啊，求之不得。狄判佐，你有什么要求的话，尽管告诉我，本官会安排的。那请大人在普氏殿前加派守卫吧。难道普氏殿还会有事发生吗？这御医此时殿内只有2个人，如果武媚娘不是真凶的话，那必定有第3者在殿中。但御医死后，普氏殿一直有人看守，这凶手到底是如何逃走的呢？所以你相信凶手还在普氏殿？我刚刚去看过了，机会不大，但有可能。有这个可能，便不能放过。我们即刻加派人手，我来亲自彻底搜查此殿，一策万全。那任杰待会儿去找一个朋友，或许他可以帮助任杰解开这御医自掐而死的谜团。我回来后就跟王大哥一起搜查普氏殿吧。那倒是好。你要找的朋友是慕容姑娘吧？对，这慕容姑娘是药王山庄的庄主，这医术冠绝江湖，而且见识渊博，说不定可以从她口中得到一些线索也未定。况且，因为王昭燕的死，我也有事情要问她。好。慕容姑娘住在凤来客栈，她这几天可能会离开，你要找她的话，要快一些。哎，那这样吧，狄判佐，你马上去找慕容清，我和蒋少卿呢，赶紧回宫里向皇上禀告。王大人，你就留下来继续调查。好，10日之期只剩下不到3日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分头行事吧。蒋少卿，走。武媚娘见过狄大人。我该如何称呼你呢？乡音无改，大人是并州人吧？我也是并州人，就叫我媚娘吧。好一个乡音无改，彼此彼此。普氏殿是礼佛地，请大人屈就。入乡随俗，入寺随佛，何屈就之有？据说御医死后，媚娘一直不肯接见几位大人，这次却因为人杰破例。难道真的因为我们是同乡？不，同乡情谊怎能和人命凶案相比？媚娘肯见狄大人，是因为你和其余的3位大人不同。只因为他们身在朝中，我却在朝外。愿闻其详。身在朝中，处事难免受制。正如严大人受皇上之命调查此事，必定偏护媚娘；而大理寺2位少卿，虽然是众口称誉的神判，但他们的背后有皇后施压，调查起来，判断难免会受影响。就只有狄某人，身份低微，或许对人对事还能保持中立，以一个平常人的心来面对这个案件吧。与大人说话真是乐事。大人有事请问。在观音面前，媚娘定坦诚相告。御医方太极是如何死亡的？就在此地，就在你所做的蒲团之上。当时御医正在为媚娘把脉，然后轻咳几声，便把自己饿死了。御医，御医，御医！
媚娘可是相信这世上有巫术？媚娘是否相信并不重要，关键是狄大人相信吗？人杰只相信证据和真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媚娘是否怀有身孕？是。人杰告辞了。狄大人，媚娘有一事相求，刚才大人所想，烦请大人守密。与媚娘对话真是乐事。放心，人杰刚刚所想，定不会告诉他人，因为这也关系着人杰的生死。3日之内，定还媚娘一个清白。狄大人，家乡的芍药可开好了？媚娘喜欢芍药。小的时候，外婆总采来给我们酿胭脂。我也很久没有回到并州去了。现在已经6月了，想必芍药快开了。大人请便。狄判佐，这普世殿跟感业寺其他殿堂的结构很是不同，而且格格不入，是同时建造的吗？感业寺建于隋朝后期，和这普世殿应该是同时兴建的，但为何风格不同就不得而知了。那为什么把普世殿建得这么与众不同呢？狄判佐，不要再纠缠这个问题了。方才，武媚娘跟你说了什么？她说御医不是她杀的。就说这些？她还说她的确怀有身孕。没说孩子的父亲是谁？她没说。所以你认为人不是他杀的？我确实相信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巫术，但也相信如果要证明武媚娘不是真凶的话，要有确切的证据。3位大人，请允许人杰参与侦办此案。好啊，求之不得。狄判佐，你有什么要求的话，尽管告诉我，本官会安排的。那请大人在普世殿前加派守卫吧。难道普世殿还会有事发生吗？这御医此时殿内只有2个人，如果武媚娘不是真凶的话，那必定有第3者在殿中。但御医死后，普世殿一直有人看守，这凶手到底是如何逃走的呢？所以你相信凶手还在普世殿？我刚刚去看过了，机会不大，但有可能。有这个可能，便不能放过。我们即刻加派人手，我来亲自彻底搜查此殿，一策万全。那人杰待会儿去找一个朋友，或许他可以帮助人杰解开这御医自掐而死的谜团。我回来后就跟王大哥一起搜查普世殿吧。那倒是好。你要找的朋友是慕容姑娘吧？对，这慕容姑娘是药王山庄的庄主，这医术冠绝江湖，而且见识渊博，说不定可以从她口中得到一些线索也未定。况且，因为王昭燕的死，我也有事情要问她。好。慕容姑娘住在凤来客栈，她这几天可能会离开，你要找她的话，要快一些。哎，那这样吧，狄判佐，你马上去找慕容清，我和蒋少卿呢，赶紧回宫里向皇上禀告。王大人，你就留下来继续调查。
好，10日之期只剩下不到3日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分头行事吧。贾少卿，走。看来你是不相信武媚娘是凶手吧？她不是。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她是否跟你说了什么？你刚才却没有说出来。不，正是因为她有些事没告诉我，所以我才认为她不是凶手。我问她是否怀孕了，她很爽快的就承认了，却没有说出孩子的爹是谁。难道你猜出了谁是孩子的爹？他是谁？说不得。说不得？说不得就是孩子的爹，你也不要再问了。等他孩子的爹亲口承认吧。就因为我猜出了孩子的爹是谁，故此武媚娘根本就没有杀死方玉一的动机，所以她根本就不是凶手。任杰，王大哥有何指教？王大哥是不想任杰参与调查吗？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你。来，王大哥如果想让任杰调查，便早会对任杰明言，不用严大人和蒋少卿提出。只是昭燕的事让你无辜的牵扯进来，魏兄真是于心不忍。王大哥何出此言？难道调查真相不是你所希望的吗？任杰，有时候真相更是令人难以承受，尤其此案牵扯之广，完全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。关键是，一旦查出真相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任杰，你我是交心好友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：如果此案威胁到你的性命，你要即刻抽身，辞官返回并州，从此不再涉足官场。王大人，真的这么严重吗？你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今晚来我家暂住吧，咱们兄弟几个好久没有喝一杯了。那任杰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晚上见。看来这王大人一定知道一些有关此案的重要秘密。这秘密不但重要，还会威胁到人性命。任杰兄，看到那个最红的了吗？哎，等等，注意你的呼吸，还有风。那苹果无时无刻不在飘动，记住，不能伤它分毫。师傅大人，任杰这次的作品，你还满意吗？确实进步不少，今晚可以陪为师多喝3杯了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任杰，知道我为什么教你用铁笔做暗器吗？是想你今后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可以做防身之用。任杰只是一个小小的书生，又不是什么闯荡江湖的大侠。就是因为你是一介书生啊。人的一生很难说什么时候会遇到危险的。你为人太善良，我怕你被人欺负。
慕容清是我的师傅，谁敢欺负我？想喝醉吗？还记得当时我来药王山庄拜师学艺，姑姑根本不肯收留我。还好你当时替我说话。谁叫你一进来就莽莽撞撞地打碎我最心爱的酒杯啊？谁叫我当时马上就闻出来，那就是20年前酿的女儿红。谁知你立刻就说这是好酒，打碎了可惜。你这个女酒鬼啊，分明就是想找个人陪你喝酒。可是我现在不只想让你陪我一起喝酒。一起上山采药，一起研究医术，一起做药王山庄的主人。要是让我一个人承受这些，我真的承受不起。今天的精彩咫尺，你却让我相思。爱是纠缠的故事，前生早已开始。历寂寞好了，岁月，就让我们今晚大醉吧。我也勇敢的坚持。好，那我们就一醉方休吧。从相遇这个到死，我想我以后想喝酒的时候，都找不到人陪我。风雨侵蚀，依然紧扣着十指。风吹动你温柔发丝，吹不乱你的梦思，穿越过千秋万世，越不会停止相背相依，不离不弃，永在一起。
我们不是来找慕容姑娘的吗？为何在这里站了1个时辰多了，还继续站着？你是怕她不肯见你吗？不怕，因为她正在等我。那你为什么还不上去啊？你这么一直望，脖子不酸吗？好好好，我投降，好吧。唉。狄仁杰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王浩德出事了。小姐，你还在等狄仁杰？用不着你管。我怎么能不管？我们要赶在城门关上之前离开。